遵命。听得九仙之手要来，女子面容顿时一变，连娇躯都不由微微一颤，赶忙下去准备。因为九仙之手可绝对是诛仙群岛的真正大人物，诛仙群岛上上下下除了岛主之外，没有人敢对其不敬，哪怕是如今势头正盛的少岛主，也要对其毕恭毕敬，叫其一声一仙前辈。又何况是他这样的小人物？好你个秋水道姑，不是不怕我诛仙群岛，不怕我爷爷吗？我倒是要看看，今晚当我爷爷出现在你面前时，你是否还能够狂得起来。这一刻，亚飞的脸上不仅有灿烂的笑容，还有一抹很是期待的阴险神色。对于亚飞的爷爷亚纵云要来无极血海的事情，楚风等人可不知道。眼下秋水福烟已是将楚风叫到了他休息的殿宇之中，单独与楚风交谈起来。楚风，你说你是他的弟子，我不能只听你的，想要证明你的身份，还需回答我几个问题。秋水福烟坐在客厅首座，以那轻柔却满含威严的声音问道：秋水前辈，请问。楚风站在客厅中心，恭敬地回道：你可知道我之姓名？可知道你师尊姓名？秋水福烟问道：家师叫做皇甫皓月，名叫秋水福烟，你们二人本是恋人，分别为焚天圣教的圣子与圣女。楚风回道：听得此话，秋水福烟顿时柳眉微皱，眼中涌现出一抹特殊的光芒，竟然一下站起身来，来到了楚风的面前，逼迫性地问道：他如今身在何处？可还安好？对于这样的秋水福烟，楚风有些无言。他能够看出秋水福烟很是担心皇甫皓月，并且对其很是记挂，二人的感情的确不简单。怎么了？莫非他如今过得不好？他如今身在何处？你快告诉我！秋水福烟抓住楚风的双肩，继续问道。这一刻，楚风咬了咬牙，他下定一番决心后，决定实话实说。于是楚风拿下了他的百变面具，恢复了本来的少年模样，说道：抱歉，秋水前辈，晚辈楚风欺骗了前辈，欺骗你，这是何意？见到楚风的变化，秋水福烟柳眉微皱，不由倒退几步，重新打量起此刻的楚风来。因为此刻的楚风还是一品武君的气息，但是样貌却已经发生巨变，俨然少年一枚。这样的年纪，这个修为，这说明了4个字：天赋极佳。但是秋水福烟最警惕楚风的，却并非是楚风的修为和天赋，而是楚风为何要骗他。他在想，楚风究竟有何居心，又从何知道他与皇甫皓月的事？秋水前辈，我与皇甫前辈虽并非师徒，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楚风说道。怎样的关系？你最好如实回答，否则我随时可以收了你的小命。秋水福烟凌厉地问道。他对楚风的不信任此刻尽显。晚辈成长于九州大陆，但我却并出生于九州大陆。晚辈不知自己亲生父母是谁，只知是皇甫前辈将我带到的九州大陆。楚风说道。什么？你是？听得此话，秋水福烟目光再度一变，不过那种特殊的目光却是一闪而过，随后凌厉地问道：你与皇甫皓月有何关系？与我无关。如今冒充皇甫皓月弟子前来找我，你是有何目的？回前辈，晚辈想知道父母是谁，但是如今却寻找不到皇甫前辈，所以只好来找前辈过问。毕竟前辈与皇甫前辈关系如此之近，所以晚辈猜测前辈可能会知道晚辈的身世。楚风说道。那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处？是皇甫皓月告诉你的？秋水福烟问道。不是，另有他人。谁？秋残风。什么？竟然是他！听得秋残风的名字，秋水福烟的眼中闪现出了吃惊之色，随后问道：你与秋残风是何关系？楚风从始至终都在观察着秋水福烟的反应，发现自己提及秋残风时，秋水福烟虽然吃惊，但却并没有不好的反应，可以看出他对秋残风并不反感。所以楚风说道：实不相瞒，秋残风才是晚辈的师尊。你竟然是秋残风的弟子？乱了，彻底乱了！你明明是皇甫皓月带回，又怎么会成为秋残风的弟子？秋水福烟很是不解。前辈，你果然知道晚辈的身世，还请告知晚辈。见状，楚风赶忙施以大礼。我并不知道你的身世，只是知道一些你的事，你想要我告诉你也可以，不过在此之前，你还要认真回答我几个问题。之后，秋水福烟又询问了楚风很多事，而楚风也没有隐瞒，将皇甫皓月将他送到楚家，让楚家照顾楚风，以及如何遇到秋残风的事，都告诉了秋水福烟。只不过楚风也巧妙地隐瞒了一些真相，虽然说了如何遇到秋残风，秋残风如何收自己为弟子，但楚风却并未说秋残风被困的事情。至于皇甫皓月疯癫之事，楚风自然也没有提起。皇甫皓月疯癫，多半是因为他的父亲，而秋水福烟与皇甫皓月那般亲密，若是知道皇甫皓月因为他而疯癫，他可不敢保证秋水福烟会不会为了替皇甫皓月报仇而对付自己。我早就知道天路不简单，可是屡劝阻教主，教主就是不听，就连他也不相信我。果不其然，他们在天路之中遇到大难。得知一切后，秋水福烟突然感慨起来，随后看向楚风：我知道你当初我焚天圣教举教迁入五之圣土，但却全军覆灭，唯有皇甫皓月一人逃了出来，而逃出之时还带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你。全军覆灭是在通往五之圣土的天路吗？秋水前辈，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否告知晚辈？此刻楚风狂喜不已，他已听出一些端倪，自己的身世很可能与五之圣土和那天路有关。不，我不清楚你的身世，也不知道当初在天路究竟发生了什么。皇甫皓月当初前来找我，只留下了一句话便走了，那便是切记不能进入天路。秋水福烟说道。只有这一句话？皇甫前辈没有再对您说其他的？楚风不甘，继续追问。然而秋水福烟却是摇了摇头，笑了笑。他向来天不怕地不怕，虽为圣子，但实力却已超过教主。东方海域谁人能敌？但是当初他见我之时，却是满面惶恐，似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一般。我想不到
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将他吓成那种程度？但是我能够确定，一切答案定在天路。晚辈明白了，多谢前辈指点。楚风并不愚钝，明白了秋水浮烟的话中之意，那就是无论是皇甫皓月遇到了什么，楚风的身世究竟是什么，唯有进入天路才能知晓。虽然秋水浮烟未能给予楚风什么答案，但是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同楚风之前的猜测一般，皇甫皓月的确是在天路之中遇到了变故，自己的身世也多半要在那里才能揭晓。楚风，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明日清晨我们便启程。秋水浮烟说道。前辈，不知我们明日要去哪里？楚风问道。你可曾听过缥缈仙风？秋水浮烟道。晚辈听过。楚风点了点头，他自然听过缥缈仙风，知道缥缈仙风上有一个神通广大的隐士高人，叫做缥缈仙姑。不过楚风听说缥缈仙风，可不是因为缥缈仙姑，而是因为缥缈仙姑的4名弟子。缥缈仙姑的4名弟子，不只是修武奇才，还是4个美貌绝伦的美女，分别叫做春舞、夏雨、秋竹、冬雪。这4名女子不仅修为力傲得，还擅长琴棋书画，歌舞双绝，乃是无数男子心中的完美圣女。尤其是那秋竹，更是被认为是能与亚妃一较高下的美女，被世人赞美为东方海域的3大美女之一。听过就好。缥缈仙姑乃是我之故友，并且极为擅长结界之术，对各种稀奇古怪的魔物也有了解，相信她若出手，定能救你朋友。秋水浮烟道。前辈，晚辈还有一事要问。楚风说道。直说。秋水浮烟道。晚辈并非皇甫前辈弟子，可以说与您并没有太多关联。如今您已知真相，为何还要帮我？楚风问道。听得楚风之话，秋水浮烟再度笑了笑，随后道：先不说帮不帮你，你那朋友被妖物缠身，我本就该帮他，就算没有你这层关系，我也不会袖手旁观。何况你虽不是皇甫皓月弟子，但却是秋残风前辈的弟子，我与秋残风前辈还算有些交情，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我也应该照顾照顾你。晚辈明白了。楚风拱了拱手，随后便退出了房间。而就在楚风离开之后，秋水浮烟的神色却是突然一变，他先是叹息一声，随后看向楚风离去的方向，自语道：当初他那般恐惧，乃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见。虽然他并没说他惧怕什么，但我却也能够看出他惧怕2物，一是惧怕天路，二便是怀中的你。你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一缕定然牵连他之性命。为了保他安全，我也该保你安然。秋水浮烟的房间布置了隔音结界，楚风自然听不到他的自言自语。不过刚刚走出秋水浮烟居住的宫殿，楚风便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竟是江婉师。江师姐，你怎么在这里？莫非是出什么事了？楚风见江婉师神色紧张，推断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无情师弟不好了，我刚刚想去给小鱼儿送些点心，但发现他不在房内里。之后我几乎找遍了整座浮空岛，但仍然没有找到他。此刻楚风已经戴上了百变面具，恢复成了先前无情的容貌，所以江婉师也是一眼认出了楚风。小鱼儿不见了。楚风冷静地问道。是啊，真的不见了。我已经仔仔细细地找遍了浮空岛，但却根本找不到他。这座浮空岛已经被我师尊布置了结界，他理当初不去才对，但浮空岛内又找不到他，他会去了哪里呢？江婉师很是担心的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忍不住内心一颤。虽说小鱼儿本就天性顽皮，并且有破解结界的能力，很可能自己跑出去玩了，但是如今可是身处无极血海，那亚妃正对他们虎视眈眈。楚风也很担心小鱼儿被亚妃抓去，虽然楚风很是担心，但却仍对江婉师安抚道：江师姐不用担心，小鱼儿那娃娃本就特殊，结界是拦不住他的，并且生性贪玩，我猜他是出去玩了才对。可是那亚妃早想对小鱼儿不利，若是被他抓去，那小鱼儿可就死定了。不行，咱们要出去找小鱼儿。无情师弟，你等我一下，我这就去禀告家师。江婉师说话之间，便跑向了秋水浮烟的宫殿。而在得知小鱼儿不见后，秋水浮烟也很是紧张，不但打开结界，让楚风与江婉师出去，更是亲自寻找起小鱼儿。不过越是寻找，楚风便越是不安，因为无极血海很大，小鱼儿水中速度又那么快，他不知道小鱼儿究竟去了哪里玩耍。实际上他也无法确定小鱼儿是否安然。而在这种不安之下，时间也是一点一点流逝。本是晴朗的白昼，很快被星光弥漫的夜晚取代。进入夜晚，无极血海显现出了一种异样的美，但楚风3人各自飞掠在海面之上，却皆无心欣赏，都在为寻找不到小鱼儿而担忧着。与此同时，一个实力强大的人物也是来到了无极血海之中。在亚妃所居住的客厅内，一位身高近3米、体型健硕、衣着华丽的白发老者正坐在首座之上。这位老者双目如鹰，雪美如剑，脸庞的轮廓如刀削的一般，无形之中便散发着一种不可亵渎的霸气。而这位正是诛仙群岛9仙之首亚妃的爷爷亚纵云。爷爷，您总算肯见菲儿了，菲儿还以为您把菲儿给忘记了。见到自己的爷爷，亚妃异常欢喜，娇滴滴的便扑入了亚纵云的怀中。哈哈，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可爱的孙女，我怎么舍得忘记呢？这不刚刚出关，连岛主都没见，就来看你了。亚纵云哈哈笑着，眼中充满了溺爱。他对亚妃的娇生惯养是出了名的。爷爷，您突破了。听得自己的爷爷刚刚出关，亚妃睁大眼睛，脸上充满了期待之色。你爷爷闭关何时有失败过？亚纵云哈哈一笑，但却给了亚妃肯定的答案。太好了，爷爷竟然又突破了。爷爷，那您如今的修为是不是已经能与岛主相比了？得知答案，亚妃脸上的笑容更浓。自己的这个爷爷是他最大的靠山，他爷爷越强，他越能无法无天。傻丫头，岛主的境界岂是我能比的？不过如今你爷爷我这诛仙群岛第3人的地位，定然是无人能够动摇了。亚纵云满脸笑容，
可见他也是真的很高兴。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更何况是一位修武高手再度突破。第三人，爷爷不一直是诛仙群岛的第二人吗？难道除了岛主，还有人比爷爷还厉害的人？亚飞柳眉微皱，对于这个结果似乎并不满意。他也不觉得，除了岛主之外，有谁还有资格站在他引以为豪的爷爷之上？傻丫头，难道你忘记我诛仙群岛的前任岛主，如今的太上长老了吗？雅纵云笑着问道。太上长老，您是说慕容云的爷爷？他不是早就到了大限之年？难道说他还没死？亚飞满面的震惊，因为在他小时候曾见过那所谓的太上长老，但那个时候那位太上长老就已如活死人一般，每天都要以大量的珍品续命才能维持活下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再见过那太上长老，也从没人提起过。诛仙群岛如今的辉煌是现任岛主一手创建的，所以亚飞还以为那太上长老早就已经死了。毕竟当初的太上长老就已经那般虚弱，又何况过了这么多年。你这孩子，这话可千万不能乱说。太上长老一直活着好好的。见状，雅纵云赶忙凝重地提醒道：莫非是太上长老又突破了，所以获得了续命的机会？亚飞想到了唯一的一种可能，太上长老早就突破了，如今他老人家一直在闭关修炼，并且已经有了全新的进展。若是他老人家能够再度突破成功，那么就算残夜魔宗的宗主与那焚天圣教的皇甫皓月还在，也绝对不会是太上长老的对手。他老人家将是真正的天下无敌。雅纵云道：爷爷，经常听您说起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难道这两座已然不存在的势力真的那么强大吗？亚飞好奇地问道。虽然在他小时候，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一在，但是那时候他实在太小，整日只顾着玩耍，对于势力的事情根本不知晓。他爷爷与父母也不对他说这些，所以并未见证过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的辉煌。想当年，这两座势力的确压得我诛仙群岛喘不过气，不过那种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只要这次太上长老能够突破成功，那么就算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仍在，也依然要被我诛仙群岛踩在脚下。雅纵云很是自信的道。那么爷爷，太上长老突破的希望大吗？亚飞激动的追问道。身为诛仙群岛的人，虽然他更希望自己的爷爷强大，但是也希望诛仙群岛更强大。希望当然有，不过武王境界越是往后越难突破，太上长老的品阶已是一种很难逾越的瓶颈。当初残夜魔宗的魔主和那位惊艳天下的皇甫皓月都是停留在了这一境界上。不过如今我诛仙群岛坐拥东方海域，只要收集到足够的资源，太上长老突破的机会还是很大的。雅纵云道：爷爷，那若是残夜魔宗的魔主与那皇甫皓月还在，你觉得他们如今会突破您说的境界吗？亚飞好奇地问道。一直听他爷爷提起这两个人，亚飞内心知道这两个人一定非常强。对于这个问题，雅纵云也是很难回答，毕竟那两个人停在那个境界已是10几年前的事情。以那两位的天赋，尤其是皇甫皓月的天赋，10几年之后究竟是什么境界，还真是难以估量。而他如今不过是在以太上长老现在的修为去比二人当年的成就罢了。其实这种比较很是自欺欺人，我猜他们两个肯定也无法突破，何况他们早就不在了。如今我诛仙群岛乃是天下第一，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初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是平分天下，而我诛仙群岛如今却是独霸天下，单从这点上，他们就比不过我诛仙群岛。似是看出了自己爷爷的难堪，聪明的亚飞赶忙笑嘻嘻地说道：哈哈，我家飞儿说的对，我诛仙群岛如今的成就就不是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能比的。听得亚飞之话，雅纵云也是再度高兴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惜，哪怕我诛仙群岛再厉害，但总有一些自以为是之人，不将我诛仙群岛放在眼中。就在这时，亚飞突然变得异常郁闷起来。飞儿，你这是何意？见状，雅纵云顿时剑眉倒竖，涌现出一抹不快，因为他能看出定是自己的乖孙女又被人欺负了。爷爷，您听说过鸳鸯台的秋水道姑吗？亚飞不答反问道。鸳鸯台我倒知道，一群自命清高的废物隐居的地方。至于秋水道姑，我倒是未曾听闻。雅纵云摇了摇头，那就是一个无名之人。爷爷，我跟你说，那个叫做秋水道姑的人，狂妄至极，不仅不将我诛仙群岛放在眼中，就连爷爷他也完全不放在眼中。见状，亚飞赶忙趁机使坏，不但诉说起自己的委屈，更是添油加醋地说出了秋水道姑的嚣张，想让自己的爷爷为其出头，替他报仇。然而听得亚飞的话后，那雅纵云则是陷入了沉思之中，许久之后才问道：飞儿，你是说那秋水道姑是一位金袍界灵师？亚飞确认的点了点头。那她可是身着一身白裙？雅纵云继续问道。爷爷你怎么知道？莫非你认识她？亚飞不解地问道。飞儿，那女子可是长相极为出众，虽然年近40，但仍然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容颜与气质。雅纵云继续问道。她以面纱遮住容颜，菲儿看不见，但是观其身材与面容轮廓，可以看出她姿色不错。至于气质，听爷爷你这么一说，回头想想，她还真是有着几分举世脱俗的不凡气质。亚飞回道：这样看来，多半就是她了。听得亚飞回答后，雅纵云微微点头，嘴角也掀起一抹颇具特殊意味的笑意。爷爷，那秋水道姑究竟是谁啊？这一刻，亚飞已然确定自己的爷爷定是认识那秋水道姑，否则不会这般。而他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人，竟会让他爷爷这般。若是我猜的没错，这所谓的秋水道姑可不简单，她应该就是当初名扬东方海域，被称为东方海域第一美女，同时也是焚天圣教的圣女秋水福烟。雅纵云说道：焚天圣教圣女秋水福烟？爷爷，不会吧？您不是说
10几年前焚天圣教就已经举教踏入天路，迁移5支圣土吗？那秋水伏烟身为焚天圣教的圣女，又怎会出现在东方海域？亚飞满面吃惊，毕竟秋水伏烟的名头在东方海域很是响亮，哪怕焚天圣教已经消失多年，但秋水伏烟的大名还是有很多人难以忘怀。那可是一个年代的标志，那个年代无数人的梦中情人，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当时焚天圣教迁移之时，我曾与岛主一同送别，那时我便仔细地观察了焚天圣教的人，发现有名号的强者全部在列，但唯独圣女秋水伏烟未曾露面。那个时候，我便觉得秋水伏烟可能没有跟随焚天圣教一同离开。而如今你所说的秋水道姑，无论年龄还是特征，都与秋水伏烟很是相近，所以我断定她很可能就是秋水伏烟。雅纵云说道：“这么说来，她真的是秋水伏烟，难怪她这么不将我诛仙群岛放在眼中。身为焚天圣教的圣女，她倒是有着这个资本。”亚飞无奈叹息，一脸委屈：“傻丫头，焚天圣教虽然厉害，但毕竟是多年之前的事，如今焚天圣教早已不在，秋水伏烟没有这个庞然大物庇护，最多算是一个隐士高人罢了，根本不足为惧。”雅纵云道：“可是爷爷，那秋水伏烟毕竟是焚天圣教的圣女，当年就那么厉害，如今想必更强，您还是不要招惹她了。”亚飞故意劝解，实则有意激将自己爷爷出手。哈哈，我的傻分儿，你可真是高估那秋水伏烟了。焚天圣教的圣子皇甫皓月的确厉害，但是圣女秋水伏烟可就差远了，当年她就不是你爷爷我的对手，又何况是如今。听你说她如今就住在这无极血海，快带我去，不给她一些教训，她还真以为我的宝贝孙女好欺负不成？雅纵云果然着了亚飞的道，拍着胸脯说道：“太好了，就知道我爷爷才是最厉害的。”亚飞开心的又蹦又跳，高兴的不得了。在自己的爷爷面前，他那高傲的态度已然不在，宛如一个孩子般，甚是可爱。可就在这时，那紧闭的店门却突然被人推开，一名侍女满面慌张地跑了进来，大喊道：“一仙大人，亚飞大人，大事不好了！放肆！我与爷爷谈话，谁让你不禀报就闯进来的？”见状，亚飞勃然大怒，指着侍女便要动手。等等，不过还不待其动手，便被其爷爷雅纵云拦了下来。拦下亚飞后，雅纵云凝重地问道：“有何事如此急促？直接说来。”回一仙大人，亚飞大人，外面天线异象，还请2位大人一观究竟。那名侍女紧张地回道：“天线异象。”听得此话，雅纵云与亚飞皆是神情微变，随后只见雅纵云抓住亚飞，身形微动，便化作一缕光芒，来到了殿外的天空之上。这一刻，他们发现，在无极血海的座浮空岛上，很多人都已腾空而起，满面震惊地仰望夜空，而抬头观望，哪怕是雅纵云与亚飞，也是面容大变。那瞪圆的双眼之中，涌现出无比吃惊之色，因为此时此刻，在那满是繁星的星空之上，真的出现了异象。不知距离他们有多远，但却绝对是他们无人能够达到的9天星河之上，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痕。没错，那是一道裂痕。尽管身处黑夜，但还是能够看到那是一道裂痕。那道裂痕正在逐渐扩大，就犹如天空被撕裂了一般。天空被撕裂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天要塌了不成？眼见着那裂痕越来越大，一些心性稍差之人开始大呼小叫起来：“爷爷，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有神体降临？”亚飞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小时候他也曾看见过一次天线异象，而那一次便有一个神体降临于东方海域，那位神体便是紫菱。不，神体降临所现之异象，往往绚丽夺目，也侧面代表着神体所掌握的特殊神力。但是此刻的一幕不同，这不像是天赐神体临世，更像是某个可怕的存在，硬生生的将天撕裂了一般。菲儿，你仔细看来，看那裂痕的形状，像不像是一个人用2只手按压出来的？雅纵云指着夜空上的裂痕说道。听其爷爷这么一说后，亚飞则是再度仔细观察起那天空之上不断被扩大的裂痕两侧，而这一看不要紧，他那本就无比吃惊的小脸之上，顿时涌现出了难以形容的恐惧，就连娇躯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随后以很是胆怯的声音说道：“爷爷，那究竟是什么？”璀璨的夜空突然出现一道宛如巨人用手撕开的裂痕，这着实让人又惊又恐，惶惶不安。因为那可是在9天星河之上，若那真是人为，需要有多大的体积、多大的力量才能撕开这样一道裂痕？人们不敢去想，因为越是认真想，越是让他们感觉毛骨悚然，惧怕不已。他们下意识地觉得那根本不是人为，因为人不可能拥有那样的力量，哪怕修武者也不行。所以人们觉得那要么是魔，要么是神，但他们更宁愿相信那只是异象，与他们毫无关联。因为这种场面太过震撼，震撼到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范围，觉得那不是他们能够参与，也万万不想参与的。天空中的裂痕，整座东方海域的人都能看见，几乎所有人都被惊动了。而楚风自然也发现了这一异象，但是楚风却根本无心观赏，也懒得猜想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此时此刻，他满脑袋都只装着一个人，那便是小鱼儿。楚风。突然，一个声音响起，与此同时，一道宛如仙子般的倩影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拦住了楚风的去路。正是秋水伏烟。秋水前辈，可曾看见小鱼儿？楚风关切地问道。然而秋水伏烟却摇了摇头。楚风，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东方海域如此辽阔，小鱼儿在海中速度又那般骇人，他若是出去玩，未必只在无极蟹海境内，以你的速度又怎能找到他？所以你还是回去守着吧，万一小鱼儿玩够了回去了，也有人能够接他回浮空岛，你也不用担心。小鱼儿是被亚飞抓了，小鱼儿的速度你知道，亚飞绝对没有抓他的能力。说完这些话，秋水伏烟也是不由微微扬起头，看向9天之上，轻叹一声，
今夜还真是不太平。之后便娇躯一纵，如光一般向远处掠去，消失不见。与此同时，他也是将精神力扩散而出，加强了自己的感知范围。见到这一幕，楚风知道秋水伏烟是继续寻找小鱼儿去了。而仔细想想，他也觉得秋水伏烟说的很对，若小鱼儿真的出去玩了，想要找到还真很难。但出去玩总会回来，若是小鱼儿回来的时候没有人在浮空岛下守护，小鱼儿就无法回到浮空岛上，那样一来反倒危险。所以楚风也不再盲目寻找，而是施展出身法武技，向他们所居住的浮空岛掠去。无情师弟，可见小鱼儿回到浮空岛。楚风发现江婉师也回来了，想必也是秋水伏烟将其送回。楚风摇了摇头，江师姐不用太过担心，相信小鱼儿很快就会回来。我去岛下等她，你在岛上守候就成。毕竟那小丫头本事很多，连我也不清楚她究竟会不会御空而行。若是她御空而来，定会直接返回此岛，那时师姐再下来通知我即可。无情师弟说的在理。江婉师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也不废话，身形一纵，便从浮空岛上一跃而下，落到了血色的海面之上。楚风脚踏海面，本想静心等候小鱼儿，但是奈何此处乃是无极血海的中心区域，所有在无极血海之人都居住在这一带，又因9天之上突现异象，所以各处都有惊呼与惊叹，甚至还有恐惧的哀嚎与哭声。吵闹之余，楚风也是忍不住向夜空观看起来。淡淡，此等异象虽然壮观，但却更为瘆人，究竟为何物？你可知晓？楚风仔细观察，也是发现此种异象太过怪异，隐隐间便让人不安，并不觉得这是天赐神体灵视所产生。本女王虽是见多识广，但毕竟一直待在修罗灵界，眼下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所见。你与其让我瞎猜，倒不如动用天眼观看一番。淡淡一笑，并未直接回答。见状，楚风也不怠慢，天眼一出，顿时目光如剑，而再度望向那9天之上，楚风顿时面容大变。在天眼之下，他竟然真的发现了一些问题。在常人眼中，只是觉得那道裂痕的两侧的形状与手按压的形态相近，所以才觉得那是有人以手撕裂。但是在楚风的天眼之下，竟然隐约看到了虚影，虽然若隐若现，甚至根本无法确定那是否真实，但那个虚影却的确是一双大手，穿透虚空，撕裂了天际。怎么会这样？见到这一幕，哪怕楚风再淡定，也是不由被吓了一跳。修武者再强，但也终究有度，哪怕能够御空而行，穿过层层白云，但却也远远无法触及星月，更别说那星月之上的天际了。此刻竟然真的有一双大手撕裂了9天之上的天际，楚风如何还能淡定？因为他无法想象那巨手究竟是有多大，究竟蕴含着怎样力量，才能将那天际撕裂。但是楚风却能够想象，莫说那巨手从天而降，恐怕只是其中的一根手指按压而下，也可将这辽阔无比的东方海域覆灭。那双巨手太可怕了，可怕到超乎了楚风的认知范围，而那巨手的主人定然更是恐怖至极，拥有着真正的毁天灭地之威。这一刻，向来无神论的楚风竟也第一次联想到了一个词，那就是神。莫非那是神的手？这是此刻楚风心中最大的疑问。淡淡，你看见了吗？心惊之余，楚风赶忙问向淡淡，因为他与淡淡共享视听，他能看到的，淡淡也同样能。这样看来，就多半不会有错了。这一刻，就连淡淡的语调也是变得异常凝重起来，之前的顽皮竟然不在。淡淡，你这话是何意？难道说裂痕之间的虚影是真的不成？得到淡淡的答案，楚风更是心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只希望无论福祸都与你无关。淡淡说出这句话，便闭口不言，就犹如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王大人也受到了惊吓一般。当淡淡都变得谨慎，如同受到惊吓之后，楚风则越发不安起来。他向来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但是当真正的见到这种来自天际之外不可思议的力量之后，楚风还是难免感到恐慌与不安。因为此刻夜空之中的一切若是真的，那么楚风以及东方海域的人，所有武君、武王甚至武帝也实在太过渺小了，简直渺小到连尘埃都不如。难道修武一途真的是永无止境不成？在9天之外，真的有某种存在会具备撕裂天际的神力？这东方海域所谓的修武至尊、绝世高手，在对方的眼中连尘埃都不如，连屁都不是。大哥哥。然而就在楚风沉浸在这种震撼之中时，一道甜美而悦耳的声音则是在远处连绵响起。听得此音，楚风顿时大喜，之前的担忧与不安全部烟消云散，赶忙将目光投向了那声音传来之处。果不其然，只见一道笔直的浪花自海面爆射而来，最终一道小巧的身影一跃而出，出现在了楚风身前，直接扑入了楚风怀中。而这正是小鱼儿。小鱼儿，你总算回来了。见到小鱼儿，楚风那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也没有任何责怪，有的只是高兴与安心。大哥哥是不是担心小鱼儿了呀？小鱼儿眨巴着大眼睛，很是机灵和调皮的问道。当然担心了，小鱼儿可是大哥哥的宝贝，宝贝不见了，怎么能不担心？楚风一边揉搓着小鱼儿那乌黑的头发，一边笑嘻嘻的道：“对这个小娃娃，他还真是爱不释手。大哥哥，小鱼儿要走了。”突然，小鱼儿道：“走，去哪？”听得此话，楚风不由一惊：“去别的地方玩啊？这里小鱼儿玩够了。”小鱼儿笑眯眯的道：“那小鱼儿什么时候回来？”楚风问道：“回来？应该不会回来了。玩够的地方，小鱼儿就不会再来玩了。小鱼儿要去更好玩的地方玩。”小鱼儿说道：“那小鱼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楚风问道：“现在就走呀。”现在，小鱼儿很是肯定的点了点头。不知为何，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娃娃，心里突然变得酸酸的。他很舍不得小鱼儿，虽然只是相处了很短的时间，但楚风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他想保护这个孩子。不过楚风也只能想想，因为他也知道
他没有保护这个孩子的实力，所以他才没有开口挽留小鱼儿，更没有说陪小鱼儿一起走。其实楚风早就知道，小鱼儿可能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这样一个特殊的娃娃不可能一直在他身边。何况楚风自己也有着很多事情要做，身负重任，不可能一直带着一个娃娃跟他历尽艰险。但是楚风虽早知会有离别，却没想过离别会来得如此之快。大哥哥，小鱼儿有礼物要送你。小鱼儿一笑，一只小手摊开，竟有一条项链出现在了那白皙稚嫩的小手之中。楚风定目一看，发现这个项链还真有趣，乃是一根普通的麻绳，绑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楚风仔细观察，无论是麻绳还是那石头，都无特殊之处，乃是寻常之物，不但寻常，并且捆绑的还很粗糙。这可是小鱼儿亲手做的，好不好看？小鱼儿将石头项链捧在手中，很是得意的显摆道：“好看！想不到我的小鱼儿居然这么心灵手巧，都会自己做项链了。虽然做得很差，但毕竟是个3岁的孩子做的。”楚风自然赞不绝口，做出一副非常喜爱的模样。那大哥哥要一直带着，千万不能丢掉，不然小鱼儿会生气的。小鱼儿将项链塞入了楚风的手中。小鱼儿要走了，大哥哥也有一个礼物要送你。楚风身上宝物无数，但此刻却精心挑选了一条漂亮的脚链，亲自绑在了小鱼儿的脚腕之上。这个脚链不止漂亮，还是一件奇兵，有着自动守护主人的功效。大哥哥送小鱼儿的礼物好漂亮呀，小鱼儿好喜欢。虽然小鱼儿不知道何为骑兵，但此刻却是又蹦又跳，开心的不得了。后来竟然跳入水中，围着楚风畅游起来。大哥哥，小鱼儿要走了。然而在游了不知多少圈后，小鱼儿终于停了下来，对楚风说道：“小鱼儿再见，大哥哥会想你的。”楚风并没有做任何的挽留，而是站在海面，忍着不舍，笑眯眯对着海中的小鱼儿挥了挥手。小鱼儿也会想大哥哥的，大哥哥再见。小鱼儿眯起双眼，灿烂一笑，随后便身形一转，如美人鱼一般，在海中畅游起来，带着那阵阵咿呀咿呀欢快的声音，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之中。看着小鱼儿离去的方向，过了许久，楚风才突然释然的笑了。他摊开手掌，再度看了看小鱼儿送他的项链，随后竟然系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将那石头埋在了胸前。这一项贯穿天际，未必与我东方海域有关，就算与此处有关，也未必是坏事。所以菲儿你也不必担心。与此同时，在无极血海的最中心区域，雅纵云正一边观望异象，一边安抚着自己的孙女雅菲。雅菲虽的确被那裂痕所吓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舒缓后，那种惊恐也是渐渐消退。尤其是异象持续许久，但却此处并没有任何异样之后，他就更加安心了。于是他对雅纵云道：“爷爷，既然这异象久久不现异样，我们也没必要继续观察，眼下还是先去对付那秋水道姑吧，以免他收到风声，得知爷爷您来到无极血海，惧怕爷爷再悄悄逃掉。菲儿所说在理，不管这异象预兆着何事，但也不是我等能够左右的，还是先拜访一下这位久违的圣女吧。”雅纵云也是笑着点了点头，而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威严，更是带着诛仙群岛的一干强者一同前往了秋水浮烟的居住之所。决定之后，雅纵云便带着雅菲以及雅菲的百名侍女，还有驻守在这无极血海的诛仙群岛强者们，前往了秋水道姑的居住之所。雅纵云与雅菲都没有说为何去找秋水道姑，但是诛仙群岛的众人却依然期待着见识一下九仙之首的雄威。毕竟这个老人可是诛仙群岛的第2强者。至于雅菲，更是满脸的得意。先前还受秋水浮烟气的他，这么快就有了报复的机会，当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秋水浮烟那胆怯的反应。然而就在他们刚刚动身，还没有抵达秋水浮烟所居住的浮空岛时，夜空之上却突然传来一声轰鸣。抬头观望，所有人都是面容失色，满面吃惊。那瞪圆的双眼之中满是惊恐之色，甚至这一刻，许多心智不够者已经惊声尖叫，甚至放声痛哭起来。因为此时此刻，在那9天星河之上，自那巨大裂痕之中，一只遮盖天空的虚幻巨手正从天降拍落下。那只手时隐时现，满是符文流转，让人难以分辨那究竟何物之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所有人都在那巨手之中感受到了毁灭一切的恐怖气息。那巨手下落的瞬间，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虚空在一寸一寸的崩塌，星光一个接着一个的陨灭。而伴随星光陨灭的同时，满天的陨石流星已是开始砸落而下。这一刻，天已经塌了，再也见不到日月星光，能够看到的唯有虚空的碎片。但是哪怕这样，大地却并未陷入无尽黑暗，反而更加明亮。之所以会如此，只因为那满天的陨石，那陨石流星无数，每一颗都具有至少一座大陆的体积，每一颗都燃烧着熊熊烈焰。正是那熊熊烈焰点亮了这方大地，将这方本该漆黑的大地照耀的一片火红，将这本就血红的无极血海照耀的如同岩浆一般耀眼。本平静的无极血海，此刻早已不再平静，而是如同岩浆一般沸腾着。快跑！真的是末日降临了，大家快跑！见到这样的场景，所有人都吓傻了，来不及去多想其他，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可是先不说那遮盖天空缓缓下落的虚幻巨手，单单是那满天的陨石流星，就已然覆盖整座东方海域，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爷爷，怎么办？亚飞早已没了复仇之心，向来的高傲自负的他，此刻也是吓得小脸苍白如纸，就连娇躯也在微微颤抖，如同孩子一般依偎在自己爷爷的怀中，一动也不敢动。菲儿不要怕，有爷爷在，就算拼掉最后一口气，也定然会保你安然。雅纵云一只手紧紧地抱着亚飞，与此同时，另一只手布置了一道金色结界阵。这金色结界阵并没有笼罩在场的所有人，而是只笼罩了自己与亚飞，任凭诛仙群岛的其他人如何哀求，
他也不肯放一人进来。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不想分散更多的力量去保护他人。此时此刻，他只想保住自己与他的孙女。所以，雅纵云此刻布置的这道结界阵，虽说面积并不大，但却可以说是凝结了他全部的精神力，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功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着实不敢有所保留。终于，在他全力凝聚下，一座不过5米高、2米宽的金色小塔凝聚成功。虽然此塔不是很大，但却蕴含了极强的结界之力，乃是雅纵云的最强守护大阵。然而，那大阵刚刚凝聚成功，远处便传来一声比雷鸣还刺耳的声音。与此同时，虚空都开始颤动起来，下方的无极血海更是如同炸开了锅一般，开始冲天喷涌，四下翻腾。紧接着，那种轰鸣不断响起，并且越来越近。而亚飞与雅纵云也能够清晰地看见，原来是那天上的陨石坠落而下了。他们拖着长长的火焰尾巴从天而降，落地之后便会爆炸开来，化作极其凶猛的冲击波，以圆形向外推动，所过之处无坚不摧，无物不毁。不管是什么都会被它所扼杀。终于，一道陨石降落在了无极血海之上，顿时整座大海都沸腾了，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当那冲击波横扫而过之际，除了在那结界大阵的亚飞与雅纵云外，所有人都是化为灰烬，连个残渣都没剩，死得非常彻底。但是那结界虽然挡住了一道横扫过的冲击波，可是却也出现了道道裂痕，威力大减。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诛仙群岛才刚刚崛起，我东方海域已然安宁，老天为何要这样对待我们？难道我们有做错过什么吗？雅纵云仰望天际，对着那停在半空之上、遮盖了天空的虚幻大手，很是不解地咆哮着。这一刻，向来自负的他也是傲气全无，满面沧桑，因为他发现，哪怕他在东方海域是一个人人敬重的九仙之首、修武大师，可是当面临真正的天灾之际，他是这么的无力，根本连抗衡的能力都没有。爷爷，不好了！而就在这时，亚飞那无比恐惧的声音突然传来。转头观望，雅纵云也是面容大变，因为一颗超级巨大的陨石正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向他与亚飞所在的方向砸来。速度之快，面积之大，几乎覆盖了这方无极血海，他们根本乃是避无可避。终于，一声刺耳的轰鸣响起，这一刻，雅纵云与亚飞只感觉双眼一黑，所有意识都是消失不见，陷入了昏迷。不知过了多久，亚飞才缓缓睁开了双眼。只不过，当他睁开双眼之后，却发现印象中的世界全都变了。天空是血红之色，且满是裂痕；大地是血红之色，因为满是汹涌的岩浆。天地之间没有一丝生机，死寂的可怕。难道说我已经死了？这是亚飞的第一个念头。经历了先前的一幕之后，他并不觉得自己还能存活下来。可是突然之间，亚飞的瞳孔却是猛然一缩，随后赶忙向下方飞掠而去，因为他在那滚滚流淌、散发着腾腾热气的岩浆之中，发现了一道身影，那竟是他的爷爷雅纵云。爷爷见到自己的爷爷，亚飞是又惊又喜，赶忙将雅纵云从那翻滚的岩浆之捞了上来。这一刻才发现，他这位引以为豪的爷爷此刻虚弱至极。不过经过他的观察后，却发现他的爷爷还有脉搏与心跳，并没有死。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没有死？发现自己爷爷的异常后，亚飞也是观察起自己，发现自己的脉搏与心跳都很平稳。这种生命的特征并不像是一个死人，毕竟他听说过死人是不会有心跳与脉搏的。灵魂其实就是神识，而人死后就等于神识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他如今却心跳脉搏尽在，这说明他并没有死。菲儿，你没事吧？就在这时，雅纵云剧烈的喘咳几声，竟然苏醒了过来。而苏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仔细观察自己的孙女，生怕自己溺爱的孙女有什么三长两短。爷爷，菲儿没事，您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见自己的爷爷苏醒，亚飞也是大喜，竟涌入雅纵云的怀中，失声痛哭起来。傻菲儿，别哭，爷爷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先前布置的结界阵乃是一道禁忌阵法，消耗体力太多而已。雅纵云解释道。那这么说来，爷爷并没有受伤？亚飞问道。雅纵云微笑着点了点头，而听得雅纵云的话后，亚飞就更加高兴了。虽然此刻已是天塌地陷，整个世界都面目全非，但自己与爷爷并无大碍，幸存了下来，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什么人？可就在这时，雅纵云却是突然目光一闪，将亚飞拦在自己的身后，对着前方大喝起来。见状，亚飞也是赶忙将目光投向雅纵云怒喝的方向，这才发现，在距离他们的数百米外，竟然好端端的出现了大片白色雾气，而这片雾气在先前可是没有的。这一刻，亚飞紧张到了极点，因为仔细观察那雾气，他根本察觉不到任何气息。可是此时此刻，自那雾气之中，的确正在传来阵阵清脆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一声接着一声，越来越近。不只是亚飞，就连雅纵云也是剑眉紧紧皱起，目光闪烁不定，将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亲身经历了天灾的他们，见识到了那虚空巨手的强大和可怕。这个时候，他们无法确定那靠近他们的究竟是何物。在二人那紧锁的目光之下，那片雾气终于散开。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亚飞与雅纵云的视线之中。当看到这个身影之后，无论是雅纵云还是亚飞，皆是目瞪口呆，满面吃惊。因为此时此刻，那踏空而来，向他们缓缓逼近的，竟然是一名妙龄少女。少女一头乌黑的秀发散落于身后，长长的睫毛，一双美眸大眼，高高的鼻梁，小巧的樱口。少女的容颜简直美到了极致，绝对超越了亚飞。尤其是那清纯而妩媚的气质，更是亚飞所不能比拟，简直犹如天上的仙子一般。
近乎完美。少女不仅美貌如天仙，身材也是好到了极致，雪白的肌肤泛有淡淡的红色光晕，晶莹透彻，宛如玉质一般。不过最让亚飞与雅纵云吃惊的，却并非是少女那天仙般的美貌，而是少女那暴露的穿着。少女长得如此美丽，身材如此诱人，但却穿得极少，竟只穿了一件肚兜。没错，那是一件粉红色的肚兜。那粉红色的肚兜系于胸前，虽将其隐秘的部位全部遮挡，但还是露出了大片的雪白肌肤，尤其是那一双笔直而修长的美腿，几乎全部都展现在了二人的眼前。不过，除了这个粉红色的肚兜之外，绝美少女的身上还有一件饰品，在她的一只脚脖之上还绑着一个漂亮的脚链，那是一件骑兵。你是？这一刻，亚飞彻底被惊呆了，因为他认出了那个粉红色的肚兜。那肚兜他是如此的熟悉，与无极血海那个特殊娃娃所穿的一模一样。所以亚飞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眼前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很可能就是那个他做梦也想抓到的娃娃小鱼儿。菲儿，你认识他？雅纵云并没见过小鱼儿，但是他却看出自己的孙女很可能认识这个神秘莫测、美如天仙的少女。对于二人那又惊又恐的神色，少女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在距离亚飞与雅纵云还有100米的距离外，她便停了下来。你是小鱼儿？终于，亚飞以那不可思议的语气开口问道。然而就在这时，只见小鱼儿那清澈的眼眸微微一动，一股磅礴的威压便从天而降。亚飞与雅纵云便一声跪在了半空之上，强大的力量竟然使得他们将虚空都跪出了道道裂痕。这一刻，亚飞与雅纵云只感觉头顶承受着难以抵挡的压力，连呼吸都是困难至极，仿佛随时都会死去一般，脸上满是痛苦的神色。然而对于二人的惨状，少女却没有丝毫同情，她先是轻蔑地看了二人一眼，随后才以一种绝对的命令口气说道：听好了，不要对无情出手，更不要做对无情不利的事，否则死的不只是你们，而是整个东方海域。说完这句话，少女的身旁便涌现出大片的白色雾气，很快便遮盖了少女的绝美玉体，消失不见，并且那雾气急速扩散，竟然覆盖了亚飞与雅纵云的视线。与此同时，那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也是烟消云散。亚飞与雅纵云还没有从先前危险的一幕之中回过神来，便突然听见耳边不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仙大人，一仙大人，亚飞大人，亚飞大人。那声音是如此的熟悉，乃是亚飞的侍女和诛仙群岛高手们的声音。而伴随着这声音的响起，那覆盖四周的白色雾气也是开始渐渐消散。当雾气彻底消散之际，经历了惊恐一幕的二人再度面容大变。此时此刻，最先映入亚飞与雅纵云视线之内的，竟是亚飞的百名侍女以及诛仙群岛的众人，他们全部满面吃惊，瞪圆那不解与惊恐的双眼，紧紧地盯着亚飞与雅纵云，观向四周。二人发现无极血海一如既往的平静，所有浮空岛也全都健在。再抬头望天，虽然那道裂痕仍在，可是满天的星辰也在。而再看看自己，他们二人的身上竟然湿漉漉的，是海水的味道。他们之前似乎跌入过下方的无极血海，并且身上除了海水还加有冷汗，尤其是亚飞，此时此刻还是无法控制自己那颤抖的身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发生了什么？雅纵云发现势头不对，向身旁的一人问道。一仙大人。那名被问话的人满面慌张，似有难言之隐，不敢说话。如实说来，雅纵云逼问道。回一仙大人，先前我等跟随您与亚飞大人前行，可突然之间您二人望向天际，并且满面惊恐，亚飞大人更是尖叫着扑入您的怀中。随后一仙大人您便在原地布置了一道非常耀眼的结界大阵，那大阵非常之强，简直是小人见所未见。只不过很快您又解开了那道结界大阵，跳入了下方的无极血海。亚飞大人见您入海，便也赶忙跃入其中，将您带了上来。而在此之间，您二人的对话我们根本就听不懂。那人很是谨慎地回道。这一刻，亚飞与雅纵云四目相对，随后又各自看向旁人，见所有人都点头示意，那人所言属实后，二人则是不由眉头紧皱起来，随后一同轻声道：莫非刚刚的一切只是幻想？快看，那裂痕关闭了。突然之间，远处传来一声大喊，抬头观望，人们果然发现那道出现在9天之上的裂痕正在缓缓关闭。爷爷，怎么办？亚飞此刻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向自己的爷爷求救。而雅纵云则是先擦拭了一下亚飞脸上的冷汗，随后拍了拍亚飞的肩膀，传音道：菲儿，你先告诉我那小鱼儿是怎么一回事。见状，亚飞也不敢隐瞒，简单却直接地告知了雅纵云关于小鱼儿还有楚风的事情，当然也说明了自己与楚风和小鱼儿之间的过节。得知经过，雅纵云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起来，随后问道：菲儿，你觉得刚刚的一切真实吗？身临其境，真的不能再真？亚飞点了点头。事实上，就算是现在，他也无法确定刚刚的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的发生过。别说是你，我身为金袍界灵师，身中幻象之法却都没有任何察觉，这已然说明了那对你我使用幻象之法的人有多强大。不要再去招惹那无情，更不要去招惹那小鱼儿，与他们所有有关之人都不能再招惹了。雅纵云道：爷爷，刚刚的一切会不会是虚张声势、装神弄鬼？难道就因为刚刚你我身中幻象之法便放过他们？亚飞还是有些不甘。傻丫头，你还是太年轻，不了解事情的严重。刚刚的幻象之法可不是什么虚张声势，若是对方愿意，你我早就毙命了。雅纵云轻声传音道。而听得此话，亚飞则是不由道吞了一口冷水，再度被出了一身冷汗。连其爷爷都已这般，那说明那小鱼儿还真不简单，至少那对他与爷爷出手之人很不简单。这种情况下，哪怕亚飞再不甘心，但也心有忌惮，不得不放弃去找楚风以及秋水道姑等人算账。事后，雅纵云更是命令在场之人
不得将今日他与亚妃失态之事告知任何人。而这些人本就惧怕雅纵云与亚妃，自然不敢声张。就这样，本是气势汹汹，想去找秋水道姑和楚风算账的诛仙群岛众人，还没走出多远，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去了。尽管这样做很是丢人，但是雅纵云与亚妃都没有任何办法。亚妃也就算了，毕竟她还只是武君，但是连身为武王的雅纵云之前都感觉到了那般压力。他知道有一个存在是他得罪不起的，无奈之余，雅纵云不由抬头看向天际，看着那正在缓缓闭合的天际裂痕，眉头紧皱。他总是觉得那道裂痕似与今日他所遇到的事情有着联系，但是只是想到这里，他便不敢继续想了。他不敢想象，若是他得罪了与那天际裂痕有关的人，会是怎样的下场。也许整座东方海域真的会因为他而覆灭吧。与此同时，楚风已是回到了浮空岛上，将小鱼儿离开的事情告知了江婉师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休息。他没有继续观察天际的裂痕，因为没有了心情。在小鱼儿走后，楚风便莫名的感到有些失落。何况楚风也清楚，就算天际的那道裂痕真的会带来什么，也不是他能够左右的，所以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就这样，如同往常一样，漫长的黑夜终究被白昼所取代。至于那天际的裂痕，早在天明之前便彻底闭合，消失在了夜空之中。虽然裂痕闭合了，无极血海并没有任何异样发生，但是人们也在等待着消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异象会没有异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个惊天消息的降临，期待着一场好戏。然而，就在很多人翘首以盼，等待着那与昨晚异象有关的消息之际，楚风等人已是离开了无极血海，前往了一个叫做缥缈仙峰的地方。不过与此同时，在那无极血海的最深处，却有着一道身影，如光一般的急速穿梭着。终于，他停了下来，而靠近之后，能够看见他竟然当初楚风刚刚踏入无极血海所偶遇的那位盲眼老者。此刻，老者的手中握着一块由黑布包裹的物品，他紧紧地握了握那物品后，脸上突然涌现出无比惊慌之色，失声道：“怎么会这样？为何我一点气息都感觉不到了？他不见了，他不在这无极血海了，究竟去了哪里？去了哪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楚风等人终于从无极血海来到了缥缈仙峰的境内。只不过刚刚走出远古传送阵，进入缥缈仙峰境内，便突然发现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大片乌云。那乌云面积非常磅礴，覆盖了一方天地。乌云之内电闪雷鸣之音不绝于耳，并且很是怪异，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很是不安，犹如那其中有着不祥之物一般。突然，一声颤动天地的巨响传来，自那磅礴的乌云之内，竟然出现一道金色的涟漪。那涟漪横扫天际，将一片虚空震成粉碎，一大片乌云也被硬生生的轰散。但是那乌云实在太磅礴，很快又重新覆盖。不过紧随其后，又是一道轰鸣响起，一道更为强横的涟漪再度浮现而出，但是也犹如先前一样，又很快那乌云淹没。反复如此，那乌云之内不断传来轰鸣与涟漪，甚至开始传出非常惊悚的叫声。那声音不似寻常野兽，甚是怪异，听得人们莫名惊恐，背脊发寒。那边究竟是怎么了？好恐怖的乌云，好吓人的叫声！传送阵外停留着几人，而这种变化自然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定是有人在那乌云之中激动，并且修为很强。楚风也在观察这一现象，他根据那乌云距离此处之距离，再加上那涟漪的弧度和光泽，判定那出手之人最起码也是武王级别的存在。婉师，你带着无情先到缥缈仙峰去。突然，秋水拂烟对江婉师凝重地说道。虽然已然知道楚风真名，但是在楚风伪装之后，并且公开场合时，他还是会叫楚风无情，以此来替楚风隐瞒身份。话罢，秋水拂烟挥一挥袖袍，便化作一道红光冲天起，速度之快，引来旁人惊呼不断，都判定秋水拂烟是位绝世高手。而他们再度看向楚风与江婉师的目光，也是变得异常尊敬起来。对于这些人的变化，楚风与江婉师也懒得理会，也不继续观望，而是向缥缈仙峰的方向飞去。在秋水拂烟离去后，楚风反而倒不那么拘谨，变得善谈起来。这一切只因为秋水拂烟太过严肃，并且实力太强。楚风知道这样的人物喜欢亲近，所以一路走来，为了照顾秋水拂烟的感受，倒也颇受拘束。无情师弟似乎有些怕我师尊。发现了楚风的变化，江婉师笑着说道：“不是怕，只是尊重。”楚风笑了笑，但却是心里话。无情师弟倒是聪明，这么快就摸清了家师的脾气。他的确不喜热闹，较爱亲近。不过家师虽然平时有些严厉，但是本性却非常善良，对人也非常好。江婉师笑道：“这是自然。秋水前辈为人心善，否则也不会帮助我和颜如玉。就比如刚刚所见的乌云，明明与我等毫无关系，但秋水前辈却前去查探，为的就是想替方除掉不必要的灾患。”楚风说道：“无情师弟，你觉得刚刚那片乌云有何不妥？”江婉师笑着问道：“刚刚那片乌云很不对劲，似有怪异，其中定有大凶险。”楚风说道：“无情师弟真是好眼力，那乃是一座凶云，其中定有魔物。”江婉师说道：“魔物？”听得此话，楚风不由微微一愣，随后夸赞道：“江师姐才是好眼力，竟然分辨得如此仔细。只是不知你是怎么看出那其中会有魔物，而你所指的魔物又究竟是何物？”无情师弟见笑了：“我哪里有这个眼力？不过是曾多次陪家师来过这缥缈仙峰，所以也曾见过这种的情况。若是遇到这种情况，家师就一定会出手。所以事后我也曾问过家师，他告诉我，这缥缈仙峰乃是一处仙地，可谓是东方海域最奇特的地方。但是此处却也是最怪异的地方，常常会有魔物出现。魔物现身，虽不会离开缥缈仙峰境内，但也必须尽快驱逐，否则就会伤及来到缥缈仙峰的无辜之人。至于那究竟是何魔物，我就不知晓了。”江婉师说道：“竟然这么奇怪，
难怪我会感觉那片乌云如此怪异，有着说不出的感觉。楚风颇感吃惊，来到东方海域后，他见识到了不少以前未曾听闻的事物，也算大开眼界了。其实这缥缈仙峰之内有着一座伏魔图，只要魔物现身，伏魔图就会有所指示。所以我若是没猜错，刚刚在乌云内争斗的，应该就是这缥缈仙峰的主人。缥缈前辈，我师尊前去，只是想助他一臂之力罢了。江婉师继续说道：“素闻缥缈仙姑是东方海域第一隐士高人，不知所传真假？莫非真的还有隐士之人，修为在秋水前辈之上？”楚风笑着问道。他之前便感觉那乌云内争斗之人很强，而在江婉师的言语之中，他能听出那缥缈仙姑似乎比秋水伏烟还要强，所以楚风很想确定一下，缥缈前辈当然强了。这缥缈仙峰号称东方海域第一奇地，拥有无尽好处。诛仙群岛早就对此处虎视眈眈，之所以不敢占据，只因顾忌一人。江婉师道：“是缥缈仙姑？”楚风问道。“正是。”江婉师回道，想不到这缥缈仙姑竟然强到这种地步，连诛仙群岛都是忌惮。楚风感到吃惊，来到东方海域虽然不久，但他已经多少见识到了诛仙群岛的强大，知道诛仙群岛这个庞然大物，如今的确是如日中天。而那缥缈仙姑竟然能让这诛仙群岛忌惮，由此可见，他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那是当然了，仙姑前辈乃是这缥缈仙峰选中守护者，修武天赋非常之高，并且听我师尊说，缥缈前辈可是有着近千年的寿龄了，但如今依然硬朗，再活个几百年都没问题。江婉师悄悄说道，似乎这是一个秘密一样，竟然活了这么久，那他究竟是怎样的修为？听得此话，楚风更是不由大吃一惊。一个人活了近千年，并且还能继续活几百年，那这个人的修为岂不是非常之高？否则怎能获得这么久的寿命？然而，对于楚风的问题，江婉师却摇了摇头，随后说道：“缥缈前辈的修为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却也没有高到凭借修为来获得这么久的寿命。而之所以会如此，全部是因为这缥缈仙峰。无情师弟，我已经说过，这缥缈仙峰是东方海域第一奇地，这个仙字可不是随便说说的。”